門開着，什麼都沒了。他住哪裡去了？三叔去了很遠的地方。那他什麼時候回来？上次答應教我叠翅膀能动的纸鳥，教了一半不見了。念念，纸鳥二姑姑不会叠，以後也不会有人教你了。二姑姑骗人，三叔说过的，他说他答应的事一定会做的。二小姐，正堂催了要对流程。来了。万寿山庄早了整整6个时辰。蝙蝠的声波感知被动接收只有100米，不够。现在我要主动推。第3指，最大正西，11辆大车，2名 B 级。阻地防御，东西南各4人，定时輪換路線固定。越信什麼，什麼就是最大的破綻。你們以為死了一個廢物，北面就安全了？維持5公里全域感知。一炷香，消耗約1成能量，需更多練習和能量。小子，你那個聲波方圓10里都收到了。萬壽山莊堂前長老阮百洲，聊聊。不聊也行。我就問一件事，你那個6條腿的家伙是北京烈系出來的嗎？萬壽山莊堂前長老跑到荒坡找陌生人聊天，愛好挺特別。你聲波往外推，方圓10里馴獸師都能感覺到，但你不是，你的聲波不帶馴意，你那個東西是直接從獸身上扒下來的能力。對了，我們去烈系看荒，最近野獸行為太安靜，安靜的不正常，就像群獸突然有了新的主人。2阶的藥酒壺，男子漢，自己走回去。石面刷了新漆，一看就是为了庆典趕工刷上去的。哼！入场牌。散客。
承玄阁規矩，散客需交30金幣保證金。今日特拍是为祝江家100年庆典，也是为了纪念江家3公子江辰的英勇献身。正是他以血肉之躯镇压了北境裂隙的万兽之王，才换来今日的太平。接下来这件是本场的重头藏品。只要我愿意，不灭荒体的鳞甲会覆蓋全身，比台上那块更厚、更亮、更完整。台上那块值3000，我身上少说有400多块。3500、4000、5000，月3号出价5000金幣。阮百州的嗅觉灵，山庄对荒的执念极深。5000一次，5000二次，6000。用我的命换来的太平，正在被明码标价。8000，这小子身上的气息，怎么比里面那块鳞片还浓？能在嘈杂中纯靠本能识別氣息，這是萬壽山莊稀缺的血脈感應。這位聖女殿的先生，承玄閣拍品，正常交割，何事？按北境公約，裂隙 S 級材料歸鎮守家族優先徵調。我也是按規矩辦事，事急從權。我們先帶回去核驗，沒問題就送回。承玄閣是你們的，藏品自己上架。我付全款拍下，現在告訴我徵調。大姐，我跑腿的，覺得不妥，靜點找族長當面說。拿去13000金幣的拍品，回頭貴族長說是先徵調，還是折算為慶典賀禮？大姐放心，絕對虧不了您。3天後慶典上見啊！替我們問店裡長老好。瘦瘦銜緩，莊主直系，親眼看着江家當街所拿，一聲不吭，看來記性很好。他認出來了，認出這個比鱗片氣息濃10倍的變故，就在烤肉攤上。有什麼事？拍賣行裡那塊鱗片，你沒出價。你看這客銀搶到8000，一句話沒說，不是拍不起，是你覺得不值。你跟過來就為了聊這個？你覺得那塊鱗片有問題？100年前的脫落鱗片，殘留波動早該衰減，除非有人補過氣息。你怎麼知道我覺得有問題？你到底是什麼人？
這不是陀羅物，不是，也不是從屍體上剝的，不是。你是誰？庆典那天，万寿山莊的人最好坐遠一點。你們在這兒等着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江家以第三子江辰之躯继镇北境列系，老三他走得不委屈。你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。等你长大了，就换你来守这里。走了。天佑江家，我族以古法继镇，再度封印万寿之王。自此，北境又可安100年。受长子江选北境守護者封號。江選，你以江家長子之身，承先祖之志，守北境之門。今日起，父親，慶典開始了，怎麼不等等我？天佑江家，我族以古法繼鎮，再度封印萬壽之王。自此，北境又可安100年。哼，父親。用我的生命換來的太平，慶典怎麼不叫我呢？
这是江辰，不是死了吗？继承裂隙那个……嘘，小声点儿。老三，你还活着，活着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不知道这半年家里都是大哥没本事，没能拦住那件事。大哥，你上次拍我肩膀的时候，指尖的剑气封了我3处穴道：天居、巨闕、七门。封完之后，你还笑着说：“老三，你是江家的英雄。”江辰，你既然活着回来，江家自然认你。但今日四方来客在座，你带着这些畜生闖入祖地，是要让天下人看江家的笑话。笑话？父亲把亲生儿子五花大绑丢进裂隙喂兽，这算不算笑话？活计。北境都护府的备案里，这一栏写的是自愿献身。给我死！大哥，就这？恶名见神！那是荒林。别急，我说了，庆典刚开始，菜一道一道上。二姐，你送我的酒，我带回来了。三弟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。江家二小姐到底是心善。二姐，半年前你递给我这壶酒，你说喝了吧，到了那邊就不疼了。三弟，我镇毒，圣女殿首席给亲弟喝镇毒，不是说自愿的吗？什么自愈开的虎口？好家伙，半年了还能把刺烧穿！江武，圣女殿的人行毒杀亲族之事。师祖，我是不想三弟在裂隙里受苦，那里面暗无天日，兽类横行，与其讓他被撕碎，不如让他走得快一些，体面一些。全身犹如从里到外烧穿，你管这叫体面？江辰，酒是为父授意的，与你二姐无关。你要恨，冲我来。当初那个决定是为了江家，为了北境。你是一级，守不了裂隙，战不了兽潮，用一个人的命换整个北境100年安宁，这笔账值得。也不是没道理，一个一级确实。北境安宁了半年，这是事實吧？值得。你们也都覺得值得，那我今天做的事也很值得。二姐，你說這酒能讓人少受苦，我信你。喝一口，讓我看看是不是真的不苦。三叔，你不是掉下去了嗎？媽媽說你不會回來了。
老三，你太大意了。你怎会一點事都沒有？偷取触发 SS 级天赋剑仙之道，偷取成功。我的剑道没了。大哥，你拍我肩膀那天说，老三，你是江家的英雄，英雄得有剑，你现在握什么？二姐，你妆台上那只木雕老虎，我刻了一下午，手割了2道口子，你还留着。你当时从屋里跑出来看了一眼，说三弟刻什么都好看。第二天我去你院里，那只木虎摆在妆台最前面。你今天早上把它推到胭脂盒后面去了，怕庆典上来客人看到那只虎问起来不好解释。偷取触发 S 级天赋圣女之光，偷取成功。不是老了，是圣女体质冻住的20年全部涌了回来，天赋没了，生命力的账单当场兑现。三弟。二姐，你说过，到了那边就不疼了。我還在這邊，疼不疼的，你替我試了。年輕人，你偷走了聖女殿的傳承天賦，這……前輩，聖女之光是將於覺醒日天道賦予他本人的天賦，
不是圣女殿的，我偷的是她的东西，跟貴殿無關。这是你所期望的江家吗？小晨，你瘦了。父亲，祠堂底底的气运阵，我进正门那会儿就摸过了。你猜我偷没偷？石娟，江家这边看。妈，你怎么从那里面出来的？很难。受傷了嗎？我站在碎石和廢鐵中間，身後萬獸匍匐。我偷了劍道，偷了氣運，但我偷不走這隻手上的任何東西。因為這上面只有繭。那碗麵，媽知道你吃出味道了，你是不是恨媽？那碗麵，長壽麵。裡面放了鎮定劑，是你主動放的，還是？是我放的。你爹把藥粉給了我，擱在灶台上，放不放是我的手，沒人按着我。媽想過不放，想了一整晚。天快亮的時候，媽去你屋裡看了你一眼，你睡着了，手指頭還蜷着，跟你3歲的時候一模一樣。媽看着你那張臉，想了一件事：裂隙下面黑不黑，冷不冷？掉下去的時候疼不疼？你會不會喊媽？喊了的話，沒人應。媽就想，至少讓你糊塗着下去，別清醒，清醒着太害怕了。媽。你在那碗麵裡放了鎮定劑，然後坐在對面看我吃完。我吃完最後一口的時候，你笑了一下。你笑的時候，眼睛是紅的，但你還是笑了。那個笑，比裂隙底下所有的東西加起來都疼。江辰，夠了！你要報仇，衝着我來。你母親是個普通人，沒有異能，沒有天賦。他被裹挾在家族的決定裡，身不由己。你別為難他。裹挾。覺醒日前夜家族密會，我在門外，你們在門裡。47個人參會，46票贊成把我丟進鱉隙。
有一个人站起来說了不行，然後你說你再鬧就跟老三一起下去，一個廢物配一個廢物，正好。偷了你大哥的天賦，偷了你二姐的天賦，你偷不走一個父親保護家族的決心！偷取觸發 A 級天賦鶴鳴劍陣，偷取成功。媽，我不恨你，但我不會原諒你。江家列祖列宗300年气運，我偷了。江玄的劍仙之道，江玉的聖女之光，江鶴年的鶴鳴劍陣，我偷了，但還不夠。江家異能血脈，我要偷走整個江家覺醒的資格。江家兒郎，攔住他！江辰，我的天賦。
江辰，老夫看着你出生的，你落地的时候不哭，接生婆拍了你3巴掌才哭出来。你爹说这孩子皮实，你4岁開蒙，在祠堂門口摔了一跤，磕破了額頭，是老夫抱你去上的藥。今天，也是老夫來送你這一程。鶴歸九天。偷取觸發，江家血脈根基覺醒之種，偷取成功。从今天起，江家血脈再無覺醒者。你是第一個不為自己拼命的，我記住了。江辰，北境都護府有幾個問題需要你回答。不是可偷取的提示，不是威脅的預警，這個震動的含義，在過去半年無數次偷取中從未遇到過，是同類。江辰，偷取型天賦，代號小偷，1級覺醒妙版，實際能力不可估量。都護府監察使用這4個字形容一個半年前還是1級廢物的年輕人。私人恩怨，官府管不着你的刀往哪兒砍，但你身上那個東西，混沌吞噬，它不只是一個天賦。我需要給你種下一個標記。你的吞噬能反追蹤，混沌吞噬在進化。100年前那個人的檔案裡沒有這條記錄。100年前，有一個人覺醒了偷取型天賦，代號一樣，小偷，和你一模一樣。那個人偷走了3個國家的覺醒者天賦，偷走了2座遠古遺跡的封印之力，
偷走了整整一個種族的血脈傳承。天眼聯合5大勢力圍殺，用了3年，死了27000萬人，才殺掉了他，或者說，才以為殺掉了他。你告訴我這些，是在威脅我，不是威脅，是提醒。天眼不干預私人恩怨，但混沌吞噬的持有者，在天眼的監控名單上排第1位，永遠是第1位。總有一天你會發現，你能偷的東西，遠不止天賦。那張金屬片上有一個地址。如果你知道100年前那個小偷到底是誰，怎麼死的，去看看。江鹤年，出来！3000斤鐵礦石，80匹河曲馬。半年前你們辦慶典，說受朝平了靠的是古法鎮壓，老子感恩戴德送來的賀禮。現在這整個北境都知道了，受朝是你們那個被當祭品扔進廢墟的老三平的。你們收賀禮，把功勞往自己兩貼，這叫詐騙。趙老爺，那個此事其中有誤會。誤會？問問他們有沒有誤會。江家善意吧！這東西流出去，整個北境都會知道江家的100年太平是怎麼換來的。不過我們不需要留，監察使留下這個是讓我們知道天眼自己已經在查了，他只是給我們遞了個信號，別摻和。你接下來打算去哪兒？他往南走了。追？受朝停了，烈性沒有病，萬壽山莊需要跟新的統御者打招呼，順便看看他到底能走到哪一步。你坐第3排。是，多虧你提醒，坐遠了。那張金屬片上寫了什麼？一個地方，北境裂隙的正下方3000尺。裂隙下面有東西在那裡，比荒更老的東西。
3000尺。不確定，但那个东西在叫我。什么东西？这层矿物里有人工注入的异能痕迹，年头很久，100年起步。这不是天然佛系，被人凿过。曹烈系，谁？能偷走3个国家天赋的人，挖条3000尺的沟，对他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工程。有阵废了，没人维護，至少斷了幾十年。你能感知到下面有什麼？一盞燈。燈滅了，但燈芯還在。他毀了天焰的標記，不只是毀標記。啊！怎麼了？天焰說我是災厄。5大勢力說我是災厄，於是我就是災厄了。我偷了3個國家的覺醒天賦，不是我想偷的，是吞噬自己動了手。他不停地吃，我叫他停，他不聽。第3年，我能偷的東西越來越多，天賦、體質、血脈、氣運。後來我發現，壽命也能偷，記憶也能偷，感情也能偷。我碰了一個人的手，偷走了他對妻子的愛。他回到家，看着妻子，什麼都想不起來了。混沌吞噬不是天賦，是一種寄生。他會成長，每偷一次，他就深入骨髓1寸。你以為你在用他，其實他在用你。天焰找到了我，他們說可以幫我控制，代價是給他們當工具，我同意了。但後來我發現，他們不是要幫我控制，是要把我變成一件武器。天焰圍殺我的時候死了27000人，不是我嘎了27000人，吞噬體我殺的。他每殺一個就更強1分，我越想停下來，他越興奮。我逃進了自己挖的坑裡，3000尺，封了入口。我能做的最後一件事，趁他還沒完全吃掉我的意志，吞噬無止境。我偷走了太多，最後連意志都快偷走了。如果你看到這些字，說明你和我一樣逃不掉的，除非你找到歸還的方法。他沒死於天焰的追殺，沒死於自求的孤獨，他是被混沌吞噬，從骨頭縫裡撐碎的。
他在這裡做了多久？燈油燒乾了，他就坐在黑暗裡，一直做到死。你的吞噬有沒有出現過他說的那種情況？有。什么感觉？眩暈，一瞬間。南渊，南渊禁地，那个地方，20年前就被天眼列为絕對禁區了，不許進，任何人。你打算去南渊？進去了可能出不來，你就不想知道為什麼是禁區嗎？因為答案在那裡。